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美国人的生活会有省着过的概念。美国人基本上的话呢，连冷气一开整栋大楼啊，他坐中间一层，美国人都是大浪费啊，连 Coach 都要买二手，这个表示美国确实是面临了很大的经济的问题。关键目的就是说把人家东西弄得很贵，自然就有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没有短期的，通货膨胀就是价格的。你可以看到说那个圣诞树为什么卖到15000台币，这个只是刚开始而已，这只是川普上台后的第一个圣诞节，接下来还有好几个都会按照这种情况来发展的。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特别来关心到的是，确实今天是耶诞节，本来应该是耶诞节，但是在美国却如此的不幸，是耶诞节崩了吗？因为尤其美国在消费、房市、就业三线失火，现在呢，根据统计，美国有50万人都是住露营车来长期过夜过冬的。另一方面，中国大陆则是改变了它的经济的战略啊，连12个月是默默的囤黄金，是为了什么？在做什么样的准备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确实哦，今天耶诞节对于美国的部分家庭来说一点都不平安。10月份开始，我们看到美国的消费者对于耶诞节礼物啊这种全体的消费可以说是大降温，尤其在哪一些族群呢？18到28岁的年轻族群啊，他们在耶诞的这个购物上面支出直接大减了30%，就是因为对于经济接下来非常的不乐观。另外，整体做了一个统计，每位消费者在今年呢，光是圣诞节的支出就已经较去年同期暴减了1552美元的一个金额。那尤其现在更是受到川普关税战的影响。我们看到耶诞的商品，因为要课了这个进口的关税之后，所以呢，它的这个进口量，耶诞商品进口量年减幅高达了25%。尤其这个最热门商品，也就是最有象征意义的圣诞树哦，中国大型人造耶诞树现在价格进口到美国高达了500美元，换算新台币，一棵树竟然要1.5万元呐！美国当地制造的耶诞树的价格更是中国大陆制造的达到了3倍。好东西都是变得这么的贵。今年美国的耶诞节很不一样哦，因为面临到一个很现实的通膨问题，所以呢，大家竟然开始掀起了新风潮。改买二手的礼物来当耶诞礼物，二手玩具、二手珠宝，甚至二手的精品，成为今年耶诞节的新风潮。所以，我们来看到这一家是美国的二手零售商啊，他就说，光是过去3个月，我们现在销售额竟然不减反增啊，一口气暴增了，大约达到了10%。还有呢，这位是住在洛杉矶的36岁的女子哦，她这样说，她说，今年呢，我还是想要耶诞节的时候买精品给我的母亲，于是呢，我就去了二手商店买一个Coach的二手包包给她，价格是125美元，一定得买二手的，因为新包实在是太贵了，买不下手啊。所以今年耶诞节，美国人省着过，到底是短期的通膨压力，还是现在中产阶级结构性面临消费降级？苑老师怎么看？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观念省着过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美国人的生活会有省着过的概念。美国人基本上的话呢，连冷气一开整栋大楼啊，他坐中间一层，美国人都是大浪费啊，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但是这里面的话讲的问题非常有趣我跟大家分析一下其实讲起来，你刚刚讲到那个二手的 Coach 我对精品的懂一点，在欧洲待得久这个 Coach 算是精品当中最便宜的啦，大概最好的 Coach 大概就是就不得了了，大概就是300-400块美金了，这个大概就可以买得新的。所以为什么连 Coach 都要买二手？这个表示美国确实是面临了很大的经济的问题。美国经济问题的话呢，分成3项。我要纠正大家一个观念大家都知道在美国赚钱是很难的。美国人想赚美国人钱，中国人到美国的话呢，原来我们只听过成功的故事，什么黄仁勋啦，或者张忠谋什么的，胡扯八道。我跟你讲，在美国的生活非常困难。大家不信的话呢，到纽约看看法拉盛那边的中国人是怎么样求生存的因为赚钱是不容易的。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人非常小气。第二个，关税的目的是什么呢？关税目的就是说把人家东西弄得很贵那么这个自然就有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没有短期的，通货膨胀就是价格的。但是大家要了解这个关税是依照川普来的，太突然了。美国人是不存钱的，你要了解美国人的理解是认为说是富豪就是能够欠人家钱的，到银行贷款。所以美国人话呢，打完拳击就是那种超级几百万、几千万的别墅住着就是因为人家
会贷款给你，表示你未来有前途。所以美国基本上欠钱的。那另外的话呢，我必须要强调一件事情啊，你可以看到说那个圣诞树为什么卖到15000台币？事实上以前的话呢，我觉得圣诞树大概150就差不多了，为什么差100倍呢？原因就是那是美国制造的，是任何的 Made in USA， 你算算美国人的成本、美国人交通运输以及美国人临时在这边的投资，这一切都是虚伪的经济。经济最重要的就是自由，自由其实就是透明，货上其流，人尽其才所产生这个结果。美国现在一般人面对的生活的困境，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这个只是刚开始而已，这只是川普上台后的第一个圣诞节，接下来还有好几个都会按照这种情况来发展的。大家只要看到美联储一直迟迟不肯降息，就是表示美国的通货膨胀是很严重的。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光是耶诞节哦，民众是消费力大降级。不仅仅现在是整个耶诞节，我们来看到如果宏观一下美国现在整体的经济状况，我们从3个方面来做解读，其实也不乐观。第一个就是有关于房市在翻车，第二个是人民住不起房子，现在往车子里面露营车哦，住露营车的数量竟然暴增。第3个就是就业持续的走衰。好，我们先来看到刚刚讲的第一个，房市不景气，房市翻车，经济火车头。尤其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调查显示，10月份全美53%的房市估值都在下跌。包括了哪一些地方是重灾区呢？现在预估看起来整体是落在美国的西南部还有南部地区。其中几个地方重点城市，像是我们看到丹佛这个预估的房市估值下跌了，竟然高达了91%。好，南部的奥斯汀89%，Dallas 跟凤凰城更是高达87%。所以呢，住不起房子的话，现在房子看来薪水也不够，所以他们就住到了这个露营车了。那露营车里面，这个是来自于露营车产业协会做的预估，现在全美48.6万人长期住在露营车里面，这不是真的在露营哦，是因为真的现在住在房子里面的消费实在是太高了，所以这个数字更是创下了2021年的2倍以上。而且这些人1/3是带着自己的孩子、带着自己的家庭住露营车的，这些人大部分的年收入在美国是低于$75,000的。刚刚讲了嘛，不仅仅是在房市受到影响，包括了现在失业率，美国11月的失业率是4.6%，数字创下了4年来的新高。好，这是美国的部分。那另外一方面，中国大陆呢，我们来看到它也在持续的调整它在经济上面的战略，这一回进行的叫做去美化战略。光是统计到10月底，我们看到中国大陆黄金储备7400多万盎司哦，已经连续12个月都是增持黄金的，采用的方式是低量多次，慢慢的买进。10月黄金价格一度冲上了$4294。请教干哥怎么看？中国持续买黄金去美元化，会是在为下一轮的金融动荡做提前卡位吗？为什么大陆要一直买黄金？它的策略是什么？到10月底中国黄金储备量达到7409万盎司啊，那这什么概念？我告诉各位，就是大约等值于3000亿美金的黄金储备。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这个是你看得见的，实际上绝对不止这个数。因为国际金融专家也讲说，到底中国有多少黄金啊？我们说句实在话，没人说得准。但是你可以知道荷兰的黄金储备，你可以知道德国的黄金储备，你甚至可以知道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它的那个储备量啊。台湾的你也知道，中国你不知道。但是我现在告诉你，我们大概7400多万盎司啊，是你看得见的。你知道中国大陆从去年开始，每个月都在多买黄金，但是呢，它平均多少？你知道？平均一个月买3万盎司啊，跟那个7000万比起来是9牛1毫嘛，对，你感觉不出来。对，所以它不会造成东南亚附近这些国家的金价的太大的波动。为什么？它就是不要波动，但是它把黄金当成战略储备物资在进口，所以它慢慢的买，而且为什么你知道？它在关税的贸易战还没开打之前，它就开始买了。为什么？他已经看到了，川普你要大搞是吧？你要大搞，我告诉你，到最后最稳当的就是黄金，而且他们知道说这个黄金储备你要就是不动声色，让大家没有感觉，温水煮青蛙，所以他是慢慢的买到现在，他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因为金价有一段时间
高达$4290嘛，然后还有一阵子还听说还有到4380的，现在已经回来了啦。可是我跟你讲，国际这个金融专家已经讲了，可能到了明年会到4700哦。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在问啊，那我们散户能不能买黄金？其实我们来宾不能告诉你答案，只能告诉你说，黄金它一直在走阳，可是你如果走得太快或走得太高的话，对于这个国际全球的贸易市场不是太好的事情，对不对？对。所以说它是不是投资的标的，我们不能够给答案，我们只知道说，中国不断在购进黄金，而且中国有很大一部分，你知道购置哪里吗？绝对猜不到的，它购置俄罗斯啊，俄罗斯国家银行拿来卖啊，为什么？因为对不起，战争快打完，还没打完，没办法，再拿黄金出来卖。你知道俄罗斯现在最近卖给这个大陆的那个黄金啊，去年只有$2.23亿。你知道今年多少钱吗？去年听清楚，去年2亿，今年$19亿。那你想想看，俄罗斯拿出这些黄金出来倒，自己也很心痛啊。可是他还有另外一个战略因素，他要支撑卢布，不能让卢布崩溃，所以说他必须要拿出来卖。然后呢，跟大陆的这个黄金交易还是持续在增进之中。当然，习近平也有相对的这些优惠的措施给俄罗斯。所以你知道，中国的战略布局早就放在前面了。对于黄金的储备，从来就没有松懈过。而且回到我刚刚讲，到底有多少还不知道。所以说，你要晓得说，在大陆它的整个的国家的政策上面，对于黄金它是非常非常重视的。而且它不会因为通货膨胀，或者因为国际的经济局势走衰，它就没有可以支撑的稳定器。黄金就是最好的一个商品。好，谢谢干哥。那我们再回到说，刚刚也提到了嘛，美国的经济问题。刚刚说这个房市预估值，全美53%房市预估值都在下跌，同时呢，就业数据表现不好，再加上消费同时降温，还有50万人住进露营车里面去，美国经济还有办法软着陆吗？那这个50万人住露营车的数字要不要担心？委员怎么看？我觉得美国的经济要软着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哦。大家不要看别的，就光看川普在12月17日，他在这个美国的新闻联播的黄金时段发表了一个18分钟的讲话。通常美国总统在这个岁末年终会忽然之间在黄金时段针对全国这个美国人民来发表谈话的时候，只有2种可能：第一个要发动战争了，然后第二个就是美国遇到重大的冲击跟伤害。所以大家就在那个时候在想说，川普是要打谁了呢？忽然之间把这个时间这个 book 下来黄金时段，他要自己出来讲，就没想到川普自己出来讲了18分钟，这18分钟不断的在解释说他为美国经济做了什么不断的这个在跟大家保证说他将来还要做哪些东西。所以当你看到川普这个面色凝重，不像过去这么从容悠哉的然后这个快速语速急速的在18分钟之内把这个话讲完之后，其实你可以强烈的感受到川普的焦虑了。他的焦虑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他的民调已经跌破这个4成了，只剩下3成多，有的说他只有3成5了，有的说他3成1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当然要进场来救民调。所以很显然的，他那18分钟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做信心喊话。但是这种信心喊话恐怕没有办法真正的解决美国现在的问题了。坦白讲，我是很喜欢川普的，因为我一直认为川普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救星所以我一直希望他留在那个位置上。那我当然希望说他还能够赖在那里啊，就是说他不能够那么快走啊。那么因此我要讲说，可是美国现在情况真的很糟。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讲房市下跌，各位知道房市下跌马上冲击什么？马上冲击银行。因为美国的房市很少人是拿现金一次买完的，都是贷款的。当房市不断的下跌的话，各位知道那个抵押品的价值就在跌了，跌到了某一个点，对银行来说它就要断头嘛，它必须要保住它的资产。它如果没有保住，那么现在美国的这个银行的这个房屋的贷款，它就等于是会造成银行的冲击啊。所以如果房市再持续的往下跌下去，美国一定会有很多银行会面临破产的问题啊，因为它的贷款它收不回来了它的抵押品已经这个不符合价格了，或者你就逼着美国的人民，因为他被银行催缴，他必须把房子卖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讲的有这么多人要去坐露营车了
银行体系从 local 一直到 global 到全国，到这个 national 到全国的这个状况，这个是一路的延烧上去的哦。就是说你从一点一点的慢慢扩大下去的话，你最后就会造成一个很难以收拾的状况。那第二个，我们讲的是就业，失业率美国现在在上升。一点都不意外的原因，是因为 AI 时代来临了，所以整个的产业结构，所有的这个人力配置都开始重新调整。不只是传统产业，因为受到了 AI 的冲击开始裁员。我说过，连高科技产业裁人都没有手软哦。对，美国的5大 AI 巨头都在裁。Microsoft 的裁了上万人，这个 Amazon 要裁3万人，现在裁了快15000人了，每一家都在裁。他裁了状况就是造成说，如果连高科技都在裁。传统产业也在裁，那当然美国的失业率会一直不断的上升啊！不要讲别的，光讲我们自己数字王国这家电影视觉特效公司，我最近就拍板说我们要裁全美，我们要裁30%到40%的人，因为 AI 的出现之后，对每个产业都造成了冲击。我的人力需求没有这么高了，我不要负担这么重的人力成本了，所以失业率要下降很难了哦。那再来。你 CPI 就是通货膨胀开始不断的往上升。我们刚才看到了这个新闻的数据说，买一个2手的 Coach 包包要$125，$125，我都快要吓死了。就是如果有去过美国的朋友就知道说 ，Coach 在美国的 Outlet 其实不是一个很贵的品牌哦。所以呢，我们台湾的观光客到 Coach 都是扫货的嘛，大概篮子开始扫。日本人这个观光客早期最喜欢 Coach， 就一去就是整个都把它扫走了嘛。当然，你现在还有一些什么 Michael Kors 啊，什么各式各样的品牌，但是 Coach 基本上它的价格没有那么高，一个2手的东西要卖到$125，那真的是非常惊人的天价了。但是重点不是这个，它不是奢侈品的问题，它的民生必需品，它的价格也在涨啊。所以各位知道，就是说对一个国家来说，当你的失业率上升，当你的 CPI 也在上升，你就是被判了双重的。这个夹杀了死刑了，就是对美国的 Fed 来讲，它通常要不要升息，它就是看这2个数字嘛，失业率跟 CPI。如果失业率上升了，代表经济量能不够，它必须要释出更多的资金到市场上来。如果 CPI 太高了，通货膨胀起来，代表市场的资金太多，它必须要把钱抽回来。但是如果这2个都上升的时候呢，它就两难了。我究竟应该放钱还是不该放钱呢？那如果再加上房市开始下跌，银行头寸越来越紧。那我不得不被逼的再放更多的资金，所以你看到联准会最近宣告什么？他宣告美国接下来还要再升息，这个降息1码，等于是再降1码，再放钱进市场。同时 ，Fed 准备要去买400亿美元的短期公债。各位知道，对这个联准会来讲，他去买短期公债代表什么？他拿什么买？他当然拿美金买，所以代表说他又在投400亿美金到市场里了。所以这个市场。已经通货膨胀了，钱已经太多了，然后你现在再降息再投钱，那你这个通货膨胀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所以我要讲的说，对美国来说，它要软着陆，恐怕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哦。那么当然还是回到我先前讲的啦，我是希望川普能够顶得过去啊，因为他毕竟还有1-2年的时间，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业还没有完成啊，所以川普同志要继续努力啊。今天节目我们赶快来关心到今天的开场大主题，要来关心的是美国的内政，政府现在关门进入2个月了，粮食券现在正式的已经要喊卡了，4200万名的美国人恐怕陷入在饥荒当中。而这一场风暴，大家一开始看本来以为是这一些比较贫穷的人会陷入饥荒，但是现在这样的风暴已经快速的扩散到美国的中产阶级了，法院也紧急拨款，希望能够救得了这一些民众不要挨饿。但是我们来看到川普的民怨现在是炸锅了吗？等一下都会一起来做解读。今天开场3个火线话题，会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读。首先，政府关门确实现在从11月1号开始，4200万人就是粮食券会暂停发放了。法院很着急哦，这时候临时拨款，希望能够来做救急，但是真的能止血吗？还是我们要来关心的是美国的财政体系正是迈向全面崩溃呢？第二件事情是刚刚提到的，不只是底层人挨饿哦，风暴已经蔓延到中产阶级了。美国社会走向阶级断裂跟中产阶级消失的临界点吗？第3个事情是，确实很多人挨饿，但是前1%的富人现在撑起了全美1半以上的消费能力，但是上千万人陷入在饥荒当中。美国繁华神话
会不会破灭呢？今天都会一起的来做解读。赶快来看到这个是最新消息，政府关门引爆的粮食上面的危机。原本联邦政府补助的这个叫做营养补充的援助计划，但是从11月1号开始就正式的停发了。现在确实4200万人瞬间就没有口粮可以吃了。那么政府过去呢会补助这一些人，每月发放的这个成本金额大概是落在90亿美元，换算新台币2700亿，其实是非常多的。这一次川普直接停发，也就是每月不会有这些新的支出了。另外我们来看到75万名的这些公务人员已经停薪超过1个月的时间了，他们靠着刷卡，甚至有人就是卖了家当来持续的维生。我们要来看到一些比较实际的案例，这是来自于民众怎么说，尤其现在面对的是拿不到食物券哦。53岁的美国人他是这样说的，这个是新西亚，卖掉了自己原本的2只 iPhone， 车子也被拖走了，现在只能靠咖啡奶昔度日。还有我们来看到，本来在纽约这边有一个地方是华人比较多的地方，叫 Flushing， 它这边街头上开始有了慈济的食物仓储，成为华人救命的一个家庭的救命线。但是现在一位妈妈苦笑说，米和蛋涨太凶了，又没有来自于政府的粮食补充，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另外是来自看到是60岁的这位比较弱势的哈蒙德老奶奶哦，她说呢自己因为生产，本来是靠粮食券可以照顾她的3个孙儿，但是现在政府的补助临时喊卡了，她应该要怎么办呢？面对现在各种的民怨，我们来看到美国的法院决定下令动用预备金来救急，但是仍然是救不了近火。也有一些餐厅推出了1美元的爱心餐，赶快来救急。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一场红色警戒来自于高盛发布的最新消息，他说消费疲软现在已经蔓延，从比较这些低阶的这个平民哦，现在已经扩散到了中产阶级，尤其本来是消费很重要的主力之一，25到35岁的这些青年族群，他们的支出开始不断的锐减，消费者信心跌到了数十年来的最低点。但是我们看到来自于穆迪的报告，全美10%最富有的群体，他们占全国1半以上的消费，而底层跟中产阶级现在消费正在紧缩当中。圣诞节原本家长是希望能够做庆祝的，甚至有学校提议说让小朋友去参加这个华府3天2夜的旅行，要价竟然6万台币，大约是2000美元左右。民众说啊，干脆不要去了，实在太贵了。所以现在也掀起了圣诞在家躺平潮。节目一开始要来特别请教委员怎么看了这个政府关门2个月，再加上粮食券喊停，通膨压力现在也逐渐的变成饥饿现实哦，民众面对到的问题非常的大。那么2家的法院现在要下令临时拨款救急，能够止血吗？委员怎么看？美国整个社会是有问题，但是我是觉得新闻报道一定会稍微报得比较夸大一点，因为毕竟美国的国民所得还是平均高达7万块美金，你不能够忽视它的基本国力。那有这些新闻呢，我们跟大家解释一下哈。美国这个发放食物券，所谓的4200万人，它的起始的原因不是说因为你穷，所以我才发食物券给你，或者不能把它推论为你如果没有食物券啊，你就活不下去。这2件是2码子事哈。美国社会为什么会有食物券产生？最早了，他们叫做负所得税，就是说，如果你低于这个某一个所得水准，我每个月要给你多少钱啊？那这个当然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社会福利计划，就是在国家很有钱的时候，当然推这个没有问题。可是，一开始他们试行的时候，发现一个现象，有些家庭哦，你钱给他，他的钱不会花在小孩子上面，不会给小孩子很好的营养，而是爸爸拿去喝酒，妈妈拿去赌博，他们一直这个问题很头痛，你知道？后来他们干脆这样好了，我就给你食物券。那你几个小孩，我给你多少食物券？用这个方式来确保小孩子的最基本的营养。那这个概念跟我们台湾的营养午餐的概念是一样。你不能说有营养午餐，表示台湾很多人很贫穷，或者取消营养午餐，别人有很多人很饥饿，这2码子事哈。那你说有没有非常贫穷的可以来做新闻报道？还是有，但不是那个4200万人。我先跟大家解释，是这个样子的哈。所以
不必要用这种方式去看问题哈。那你现在这个法院呢，所谓联邦地方法院裁定说，哎呀，这个联邦这种关门还是要处理啊等等。那这是法院的依法的立场，他认为就是说，你联邦这种关门是一件事情，你该发给大家实务券。那些人军队都可以上班，为什么军人不能上班？主要是在争论这一点。他认为这个是一个国会通过的法案哦，跟你联邦这种关门没有关系。那美国的中产阶级有没有在往下滑？有在往下滑，但是往下滑，它还是全世界少数最有钱的中产阶级。我们也不能。那当然他会很多抱怨啦，因为美国的中产阶级的消费力是很吓人，但是借贷力也很强哦，所以他经常就是会买这个车子啊，然后这个房子啊等等都是靠贷款，所以会有一定的利息的压力等等。那所谓的1%的富人撑起全国消费的一半，我对这个事情是存疑的，因为1%的富人呢，他的总 GDP 对不起啊，撑起美国这么庞大的一半的消费，因为美国消费占 GDP 70%啊，这个说法我认为是稍微夸大了一点怎么算都不符合这个数字。那你现在就是说，因为这个食物券造成那个法拉盛啦，发放这个食物品这个几乎全世界到处都如此啦，台湾也一样。有人送免费鸡蛋就一堆人排队送免费面包一堆人排队这不表示他们饥饿这两件事情，有人就这很热闹啊，这个慈善等等我们来参加一下也会有那这个当然你跟说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这些低收入家庭，当然会有比如说他这个田纳西州等等，但注意到美国有个特色，就是贫穷家庭的救济活动不是联邦政府的事，是州政府的事所以田纳西州它如果有联邦的食物券，这是联邦给的福利，不是州政府。州政府还有另外一套福利，可能各州不一样。那可能因为伤残所以他养这个可能还需要特别的补助，那刚好现在不发，联邦政府关门，不是不给你就是关门所以领不到，那就会有一些这个抱怨等等，这也是川普民调会下滑，但川普现在推给那是民主党的事，不是我的事那这个就吵没完了。是好，那这场风暴我们看到，其实刚刚说的持续蔓延到这个中产阶级，本来应该是很重要的消费主力，这对于美国来说，接下来的影响，小舰长又怎么看？我谈一个国家那个国家的识字率排名全球第7，数学能力排名第27，然后科学排名在第22名那但是呢，它还有3个现象。第一个，监狱服刑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全球最高。第二个，成年人相信天使存在的人数也是最多的。第三个，消费就是最多的预算在国防开支上面，这是哪一个国家？这个就是美国。我们很难想象美国是这样。我们认为的美国是最近1个月，道琼工业指数涨了804点，然后纳斯达克涨了944点。这个也就是刚刚主持人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的。其实我们一直认为美国还是 M 型社会，其实美国已经不是了，美国是 L 型社会，也就是只有很有钱的那一群人，那他占了无论是收入或者是消费，那其他的通通一起躺平。那这一个 L， 而且这个 L 还长尾这 L 的人数非常多，所以我们讲说我刚刚讲的数据还不是最新的，也就是刚刚讲到说有关于识字率数学或者是科学的排名，这个是2012年美国有一部很有名的叫做《新闻急先锋》。这一部那个美剧，它一开始它就是这样讲。时过13年了，美国的状况有变得更好吗？没有。为什么？因为美国奉行了精英主义，他们一直都认为，反正精英是无法世袭的，都是要靠着自己打拼出来。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看看当初讲哈佛，当初讲斯坦福，到底有多少学校的学生因为爸爸妈妈捐了很多钱，他可以进到这些学校去，而且还可以顺利毕业。这个也就是我们想一想说大家以前认为就是僵固的 American Dream， 那美国梦真的是精英的
所组成的吗？不是，而且偏偏是这个状态啊，反而大家要付出这个不平等的代价。这个就是我们讲到之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史蒂格里斯他特别讲到这件事情，这个也就是会滋养了极端主义。我们现在就看到美国的社会已经变成如此。刚刚小县长帮我们特别提到美国的 L 型社会，也请老师来带我们看，现在是不是呈现一个两极化？杨老师，美国人均 GDP 是85000美元哈。但是他没有什么最低薪资了，他因为我们台湾是算月薪嘛，美国人不是这样，美国人算以打工最低薪资多少？有联邦有规定，这个还真的蛮低的，是7.25美元1个小时。但是有一半以上的美国的州啊，那每个的州的规定又不一样，大概就是15块美元1个小时。像加州是16块，华盛顿州也是16块。然后呢，每个这个 county 哈。它可以有更进一步的规定，所以全美国最高的这个时薪啊是在哪里？在好莱坞，19.65美元，所以如果你一天工作个8个小时，一个礼拜工作5天，其实你可以大概如果用15块来计算的话，可以得到台币7万块以上。如果说台币7万块以上扣掉税，因为又有地方不同，比如在纽约市，你要扣州税，你要扣这个市的税，你所有的消费，所以还会因为有地点的差异，比如说在中西部，它的税就比较低。然后呢，你的消费通常过去，因为还记不记得4月份川普打全球贸易战之前，大部分国外的商品进入到美国，几乎都是2%的税，或者是最高2.5%。中国大陆大概是23%。那所以呢，其实全世界的东西就到美国来。通常你在超级市场，因为我在美国住过4年的时间。你会觉得那些东西相较于其他国家真的是比较低一点啊，价格比较低，因为大量的这个消费，而且在美国的环境，其实除了在都市之外哈，你大部分的郊区那个都是比较开阔的，所以呢，他们的生活其实是不会像一般我们在亚洲这些都市里面感觉这么拥挤，对，但是呢，他们的消费的习惯呢，通常就习惯于一些比较低价，今年的问题来了。就这几年呢，应该是说，那今年问题更严重，开始物价的不断的往上涨，不断往上涨的情况之下呢，中产阶级大概是年收入平均是10万美元，10万美元以台湾而言呢，都算是这个高收入了哈。对。可是呢，在美国现在10万美元可能在一般的生活哈，都可能要相当的拮据了。是。你想想看，我们在台湾买一个大麦克一套餐，大概是160块台币 ，Uber 再贵一点。那可是呢，到美国。最便宜的是15块，贵的到18块，甚至20几块，美金，那就是台湾的大概3倍是这么高。所以它现在的物价使得很多人就是开始变成，就是美式繁荣会怀疑，可是它又集中在少数人的这个财富上面，这是资本体系里面的这种情况。可是他的就是大学的毕业之后呢，如果你工作行业选对的话，你往往那个收入就会跳得很快，所以那个是一个靠个人竞争、靠个人能力，但是呢有一些基本的保障，因为它整个派非常大，所以你要说美国多么的贫困，其实真的还不至于，但是呢，它跟以前相比，的的确确现在是辛苦太多了。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特别关心到了美国的经济是否大崩盘了吗？我们今天做了一个统整，说100万人的失业问题现在在美国发生，还有物价飙涨，更有60%的美国人陷入在贫穷的地狱当中。这些数字都不是空穴来风，等一下带观众朋友一起来细细看。美国这个号称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现在是否自己拆掉自己的金字塔？因为有一个最新的数据做了揭露，现在60%美国人陷入在经济地狱里面，他们靠政府补贴，也靠信用卡的卡债过活，连基本的开销，尤其现在碰到高通膨的问题，都快要撑不住了。先来看到几个数字，来自于这些
专家说的，桥水基金创办人，我们先来看，他说美国的经济现在依赖的就是这一些1%的高生产力族群，而底层有60%的劳动者都逐渐的被边缘化了。现在对于美国来说，形成非常强大的经济弱势阶级，而60%的美国人他这样说，有阅读能力只有相当于小学6年级或者是更低，造成美国现在内部生产力停滞跟社会阶级的划分越来越明显了。来自于人力机构也做了一个分析，他说到今年的9月份为止，美国企业已经宣布裁员94万多人了，而从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科技业裁员的现象是最为严重的，一共是高达了10万人。而这个也不是一个预言的，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包括了科技业的亚马逊已经宣布了准备大砍3万名员工，这是史上最大的一次裁员潮。简直就是一触即发了。更惨的是，确实现在美国的通膨问题非常的严重。我们要来看到美国现在家庭每年得多支出$1500，包括了他们现在日常要吃的东西，牛肉、水果、日常用品涨幅高达了10%到15%。美国的消费者的信心10月指数也创下了半年来的新低制造业更是连续4个月都是收缩的。美国民众的信心可以说都是已经快要崩溃了。而美国进口商为了要避开这些接下来潜在的关税冲击，他们选择跟中国大陆现在进行提前拉货，赶忙从大陆进口春季的商品，先放在自家的仓库先放着，免得商品会越来越贵了。节目一开始来请教赖老师怎么看了？美国号称世界首富，但是60%的民众现在陷入在贫穷跟负债当中，阶级似乎已经越来越明显了。这样的结构还能继续支撑美国霸权吗？我觉得美国很脆弱，也很危险美国所幸都一直有一些非常杰出的公司出现，然后这些公司的产值是十分惊人，所以一直依靠的这些新生的科技、新兴的这些公司来养活美国广大的底下的人。你看，在过去有微软。本来美国在克林顿总统之前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出现经济的危机。微软还有后来的数位经济他们的出现你看它开始改变了美国，解决了美国的财政的问题，美国的经济的问题。然后 Meta 又出来了，脸书出来了，你看它创造多少财富，不管是亚马逊，然后到这个特斯拉，你看到今天都还出现了。英伟达就是辉达这样的一个公司，辉达的现在的产值都已经到它的整个公司的市值都已经到5万亿5兆美元这不得了它一年的产值都已经是至少3400亿以上，有人估计它到5000亿都跑不掉。可是你想想看，我们台湾一整年的总产值也不过就7600亿美元，美国一家公司可以将近我们的一半国家的总产值。这代表什么？美国依靠的就是这些大公司，这些高科技的大公司，他们在支撑整个美国的经济的一个发展。可是我为什么会说他们很脆弱？就是如果这些公司出问题了、出状况了，我举个例子，假设这个特斯拉被中国的电动车打败了，然后它消失了；假设苹果在中国大陆卖不动了。或者是苹果被中国大陆的手机都打败了，然后它消失了。假设我都用假设了。对。那你想想，假设中国的 AI 起来了，然后辉达，所以为什么黄仁勋他常常觉得他会睡不着觉？因为他觉得我今天起那么快，我明天可能就下来了。那如果他们一下来，如果这些支撑的美国经济能够养活这么多的美国人，因为他们的贡献的税收非常的高嘛。所以美国的社会福利或是美国的社会补贴，其实依靠的是这一些赚非常多钱、经济体非常大的这些公司的税收。那你想，这些公司如果一旦瓦解了，美国还剩下什么？所以我觉得美国这个国家，它的经济这样发展是错误的，是非常脆弱的。它一直依靠的就是硅谷等这些大头脑他们的创新的东西。可是中国打的是一个系统战，而且中国的高科技的东西越来越多的情形下的时候，你看美国领先的科技，未来10项科技中，美国能领先的不到3项的，
7项中国领先了。所以如果这些美国在未来它都不再有这种独角兽巨大的公司存在的话，美国它基本上社会说崩解，也可能就是一夕之间的事情了。好，所以有一方面我们看到美国的经济重压，不管是新创产业、科技产业，但是又要面对来自于中国大陆的竞争。那另外一方面，美国现在确实经济内部也碰到许多的问题。刚刚讲的嘛，制造业萎缩，还有100万人失业。现在还有担心的就是 AI 取代了这些所谓比较低阶层的人力，美国转型会不会反而被掏空？经济会不会面临崩塌？委员又怎么看？都不会。我肯定的说哈，美国本来就是一个阶级社会。美国是一个认为强者应该享受的一个社会，所以他们对于弱者不会有太高的同情。在教育上你可以看得出来，美国是一个全世界有大学教育人口比重数一数二，大概有劳动人口50%以上受过大学教育，这个比例在中国只有18.5%。可是你如果看到50% 以上受这个大学教育的，对不起啊，那个其中念那个理工科的、技术科目的50% 里面竟然不到5%啊，都是念一些什么服务啊、哩哩扣扣的那中国又不太一样，这18.5大学毕业里面有将近一半的6%比美国还多人念理工科的，这是第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比较。第二个啦，美国有全世界最好的大学。然后可是美国有全世界最烂的大学，所以他50%念过大学一半以上都烂大学，什么这个什么 community college 之类的东西。那因为中国对大学教育是严格管制，不是你想设就可以设，所以变成中国的大学的素质会比较平均、比较高那这几乎是2种不同社会思考所产生的一种劳动力的生产结果。那再来谈到这个中学以下的教育中国你可以说它强迫教育、义务教育，公民接受教育是公民自己的义务，要把书念好。所以这么一强迫结果即使中国只有小学毕业生，他的算术跟代数的水准远远高于美国中学生。那美国采取一种比较放任的教育那跟东方某小岛很接近你那个不及格也可以毕业就是这种气氛可是大陆不行大陆连那个小学都很严格的要求，所以变成说中国大陆虽然它大学生的比重比美国小，但在实质上它的劳动阶层的教育水平比美国劳动阶层高，所以这形成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说，美国有最好的学校、最好的大学，可以产生最好的精英阶层，可是就经常会形成美国就是一个阶级社会。那因为美国有这些精英阶层存在，那变成美国也不太容易垮有点拖死狗的味道。那中国呢，就是说因为教育的这个大众教育很成功，可是它会相对的会创造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失业率会比较高。因为教育程度高，他做那个比较低层次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所以美国的失业经常都在4%以下，中国的失业率都在5%以上。所以这个2个国家各有它的家有本难念的经好，那另外请教厉将军呢，在谈到这个关税，还有这个高通膨等等的问题。首先我们要知道，美国现在政府正在关门当中所以说现在的 CPI 指数来讲的话，他们没办法统计包括到美国政府机关来讲的话，甚至于商业机关来讲的话，他们不晓得现在最新的数据是怎么样。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次来讲的话，这个从美国来讲几个指标，我们都认为可以看得出来，美国来讲经济将会面临一个很严峻的一个考验。第一个来讲，它国债已经高达到38兆这么多，38兆美元。那如果说按照这个利上滚利来讲的话，今天要带观众朋友掌握第一手的国际情资，也就是带您直击这一场习川会前的正在进行当中的战略暗潮，不要错过最精彩的内容。今天赶快来看到这场习川会，我们会来讨论的火线话题，请3位来宾帮我们特别做解释的。习川会在釜山这一次正式的登场了。中国大陆从100年前被列强瓜分隐忍到今天，终于是坐上与川普对等的一个釜山会场。中国这一局是历史血耻还是权力的逆转？中国已经翻身，可以主导
整个全局了吗？第二点，林则徐诗现在上桌了，这个诗特别形容是苟利国家生死以，成了谈判底线。习近平以诗为鉴，对美强硬做开局吗？第三点，我们来看到对比中国的强硬，在日韩方面跟美国的接触，高市早苗跳圈圈，李在明则是献上皇冠给川普。对比中国的傲骨，谁才是真正的大国？今天就这几个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注。这一场全球瞩目的习川会终于登场了，选择的地点也是经过有许多的角力的。原本白宫已经坚持说他要在庆州举行，最后是按照中方的意思，后来是改在釜山这边来进行这个谈判。那中美在国际的舞台上，可以说现在已经是平起平坐了。我们看 CNN 怎么形容，他说不论这个最终的结果如何，对于北京来说，这一场会谈都将是一场胜利了。而且 CNN 甚至说已经是中国大赢了，因为习近平已经借此展现出了中国愿意谈判但不会被施压的一个对美新的关系，并且 CNN 也说了，中国现在在全球舞台上已经和美国平起平坐。另外一位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学者，他这样形容：美国已不再是主导的强权了，中国现在透过稀土管制等措施，迫使华府回到了谈判桌。而另外一头，王毅跟卢比欧的通话也都强调了，习川都是秉持着平等、尊重甚至互利精神的世界级领导人，中国不再是100年前那个任人宰割的弱国。今天节目一开始，先来看一看习川会登场，中美现在可以说是平起平坐。CNN 说的，不论结果如何，习近平都已经赢了，这句话委员怎么看？我不同意CNN的说法。中国跟美国平起平坐，不是从这一场会谈开始的，而是早就开始了。我们大家回顾一下，去年 APEC 在旧金山举行的时候，当时的美国总统拜登跟国家主席习近平两个人的会谈就早已经平起平坐了，而且那一场会谈谈的内容比这次会谈更加的广泛。如果再往前推，当时的拜登跟习近平是看到的，拜登是轻跑步去见习近平，什么时候？就在印尼的所谓的什么集团体会议上面。那你可以看得到，一个美国总统要轻跑步过去去见习近平，这应该不只是平起平坐了吧？所以我就CNN说，好像从这一次会谈才平起平坐，这个说法可能时间点抓错了，更早。别的我不敢讲，至少去年就已经平起平坐了。是。那回到谈判桌，就当然跟一连串的关税谈判有关啦。我也不认为说，因为这次的稀土管制比较严格，所以美国才愿意谈。其实中国大陆对于稀土的管制，在今年很早前就开始了，只是这一次把稀土的管制的范围给扩大。所以不能说从这次会议开始。中美两国其实如果严格上说要较劲转捩点在哪里？在上一次阿拉斯加当时的会谈，杨洁篪就讲，当时说因为美国布林肯那还有那个苏利文也是讲话一种姿态很高傲的样子。杨洁篪叫记者留着，他讲一番话，讲什么？美国你不要你不够资格用实力地位来跟中国讲话。换句话说，他什么意思？你美国鼻孔不可以朝着我对我讲话。现在我们要互相用鼻孔对鼻孔来讲话，所以那个时候就很明显，在外交上已经是平起平坐。而且你要注意到，当时杨洁篪讲了这番话的时候，布林肯跟苏利文是不敢吭声静悄悄，连回一句都没有。那一起关起门来继续吵架。但是不管如何，在那个公开的场合，所有的国际媒体都说，中国开始跟美国平起平坐了。但是我们是讲的是一个地位的高低，但这一次的会谈实质的成果如何还没有公布。所以我们不晓得在5毛1块中间的喊价中间谁比较占便宜。我们只看到到目前为止这个川普说，他已经对中国减了10%的关税，57%减到47%总数了。那其中原因是因为芬太尼关税20%减半，那减半他到底从中国要到什么？中国也没讲，只是美国的贝森特有提到说，中国愿意
把扩大的稀土的管制从今年11月往后12月往后挪到明年，有1年的时间不扩大管制，只有对军工产业管制，而不像现在要逐案申请。因为欧洲在抱怨他说中国你要我逐案申请，还要我写中文，然后还要用中国的 WPS， 不能用 Word， 不能用其他的软体来写，那这算是小事啊。那更经典的是欧洲在抱怨说，他们光申请稀土的案子摆在中国商务部的桌子上有2000多件案子，也不能怪人家，因为北京最近比较忙嘛，对，没有办法很快速的处理申请案，这当然就是一种外交上的来往嘛。是，你欧洲对中国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中国为什么要那么快速的处理的申请案啊？所以这个另外一个场边的问题。但是不管如何，我们一方面观察中美两国的实力较劲，还有地位的高低的这种争逐，那我认为平起平坐早已经开始了。那实质上的利益到这一次应该隔几天才会看得清楚。是，好，所以我们先以这一场的政治地位，还有整个在外交上面的谈判来看到中美之间可以说在政治上具有非常大的意义，已经平起平坐。那另外也会来关键点就是来看到是习近平他的战略态度，这一次到底是采取什么样子的一个态度？因为这个是来自于很特别哦，《纽约时报》特别做的一个分析，他认为习近平办公桌上面有一个林则徐的诗句哦，那他就特别写到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他认为他正是这个贸易战科技封锁的时候，这个成为了习近平的一个座右铭，意思就是说国家利益其实是高于一切的。那么就算美国今天你要硬碰硬，中国大陆也不会让半步的。另外一位是来自于学者，这是美国学者，他是蓝诗林的一个分析，我们也来看到，他说中国其实是带着历史的伤痛来做谈判的，美国却是一无所知。这一次成功逼迫川普让步，释出的讯息就是中国已经正式的觉醒，已经正式的强大，想用任何霸权恐吓中国的企图都是徒劳无功的，是这样子吗？这个来自于纽时的分析，林则徐这首诗代表的就是习近平他现在在贸易战上面的态度吗？赖老师又怎么看？我觉得不只是在贸易战的态度是全方位的全方位的基本的态度。我们观察习近平从2013年上来到现在10几个年头过去了我觉得他有一个精神一直是一以贯之的。这个一以贯之的精神就是，你做任何一件事，你不能考虑到个人的利害不能够去趋利避祸的这种方式。你要考虑的是国家的利益在哪里，国家利益在哪里，你个人该牺牲的你也要牺牲，要以国家利益为主。我想这个态度很明白，所以你看他反贪腐。反贪腐，坦白说，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看，从他上台到现在10几年来，对于贪腐他绝对不容忍。你看这一次这个四中全会召开的时候，有多少位高阶的将领都是落马了，有多少位是他这个选定的这些高阶的军事的这些负责人，但是你碰触到贪腐，全部都下台一鞠躬。这个在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中能够一以贯之到现在的其实不多见，然后把它体制化、法制化也不多见。这代表什么？只要有利于国家利益的，个人的生死、个人的利害都不重要。我觉得这个是在治国是如此，那么对于全世界的问题也是如此。用压迫的方法，想用实力拳头来对待中国的方法，中国不可能选择屈服，因为对于他的观念来说的话，中国如果选择屈服的话，那中国还有什么路走？所以林则徐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就是林则徐那时候中国是积弱不振，但是你应该要举全国之力，上下的一致来对外。那大家奋血作战的话，我相信英国人，坦白说，几艘破船真的能够把中国打败吗？只要中国的军人，在当时我讲是清朝的军人，对，只要大家拼了命，你有多少弹药？但是没有嘛，贪生怕死嘛，皇帝先溜，每个人都溜，结果一个这么大的国家4亿人口，然后就被几艘船就这样打败了。
然后上前入国到这个地步，这代表什么？都是因为贪生怕死，从皇帝贪生怕死到底下都贪生怕死。林则徐这样的一个好官，结果被下放，被放到边疆去。那他到边疆不改其志，这代表什么？你看，堪舆图就是他画出来的嘛，把新疆那边的地形地物地貌摸透了，就是他做出来的。这个代表什么？这个一直给习近平一个理念，就是说，中国的官员、中国的人，绝对不能够屈服于恶势力，这第一个。但是你不能只是不屈服，而你无所作为，或者是你只是不屈服，但是你积弱不堪呢？不行。所以你必须要用实力来说话。那也就是说，你要有实力，你一方面意志上不屈服，二方面要积累实力。你积累足够的实力，你非但可以不屈服，你还可以击败对方。我觉得6年前，川普打第一次贸易战，那中国在当时就已经知道下一场仗要继续打，所以积累了6年的实力。那6年实力来以后，川普再上台，再打贸易战，而且这次的贸易战比上一次变本加厉。可是你看中国的反击力道，那就是让川普根本喘不过气来。这代表什么？最后一方面是意志力不屈服，二方面就是有力量打到对方他不敢再打，也不能打为止。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精神。林则徐的这个精神，他会放在桌上做座右铭，其实就是提醒自己。第一个，意志上不能屈服；第二个，你要有实力，你不能够就不屈服，然后用义和团的精神，那没有用。所以最后要有实力。我觉得积累了6年，那当然把美国打败嘛。好，我们看到借鉴于这个过去的历史让中国屈辱了这么久的一段时间，也让这一次习近平对于美国的谈话，还有这场中美的谈判更具有代表性跟它的重要的意义。相较于这一次中国大陆展现一个大国的态度，我们要来看到在另外一头日韩就会形成了一个跟美国谈判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首先我们要来看到日本了，日韩这一次包括了高市早苗跟川普见面没有想到这个高市早苗在美军基地里面是真的转圈敬礼还陪笑。那么为了要取悦川普，高市还宣布会投资美国高达5500亿美元，而且还答应会增加军购。结果美国我们看到他的态度是不但不领情反而宣布对日本产品会来全面课征15%的高关税。只对美国无法获得或者是无法生产的一些自然资源，像是汽车、航太这些仿制药会给予一些特定上面的待遇。南韩就更扯了，我们来看到特地送上了价值连城，等一下我们会有这个 Rolex 画面给大家看，价值连城的新罗王朝的皇冠的复制品，还自称是川普的速配员，姿态非常低。将军怎么看？我相信日本跟韩国这2个国家元首这次的表现是完全的失格，看得出来他完全阿谀谄媚奉承这个川普。几个动作来讲，川普最喜欢的，他们这个极尽想办法要做到。比如川普最喜欢黄金嘛所以这2个国家元首就赶快这个用黄金打造他所喜欢的礼物。第二个来讲的话，川普要的就是诺贝尔和平奖李在明也讲说，这个你应该要得这个高市早苗也说你应该要得这个诺贝尔和平奖要推荐他得诺贝尔和平奖。我觉得这几乎都已经是失去一个国家的格调。我举一个例子假设说有一个这个小女孩，然后她有一天被一个这个街头的流氓叫上她的这个豪车里面，然后带到他们家的所开的夜店在里面狂欢。那你认为说这个人会是谁我们一般来讲觉得说这不应该这样做。那更何况你是一个国家的元首，是一个女性的元首，你应该顾到国家的一个尊严在这边难怪来讲高市早苗这个动作被这个日本人所瞧不起，认为说是日本的耻辱甚至于列为国耻。当然你一个国家元首可不可以去这个上美国的航空母舰是应该可以去，我也认为应该可以去。以前这个蒋公也曾经上过美军的航空母舰，但是去那边是纯粹就是谈军事嘛去参观人家军舰，那你美国来讲你应该代之以礼，说这个军舰来讲我有什么样的战力，有什么样威力可以担任什么样的作战任务，然后应该是这方面的这种说明跟简报而不是在里面狂欢跳舞。这个等于说有一点像高中女学生看到他这个心目中
仰慕的这种偶像偶像哈，那种开心成那样子，我觉得真的是有失国格。那李在明来讲也是一样，让人家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哈，一个这个国家的总统居然阿谀到这种程度，你最起码也要替南韩考虑一下嘛。他送了2样东西哈，我跟各位讲一下，第一个是这个所谓的无穷花勋章，其实川普不是第一个拿到，第一个拿到是谁呢？蒋委员长夫人，蒋夫人有拿到，因为那个时候2次世界大战中国协助韩国打败了日本，让韩国可以独立，所以说他们有颁这个勋章给蒋夫人但是这次来讲的话，他除了说是这个勋章之外，还送了一顶皇冠我觉得这真的是，这我不得不佩服李在明，你看他那顶皇冠多好啊！这个川普最喜欢什么？除了黄金之外，他还喜欢人家给他戴高帽子。你看那顶帽子多高啊！上面那个山等于是我们来讲的话，一个叫山，两个叫粗，它是3根在上面，好好的一顶高帽子套到川普的头上，而且还是金光闪闪。听说这2件礼物都是纯金打造的，而且是镶上这个紫色的这种水晶总共价值换算成台币的话要320万，那你就这样子送过去。当然，我觉得日本跟韩国会做动作，他们必须要靠美国来保护了。也看得出来这个非常的这个有失，我觉得这种动作真的是有失国格。